丢了18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，可他却是一个撒谎精。欢欢，这件衣服不太适合你这个年纪，要不咱们换一件吧？妈妈说的对，这条裙子太短了，确实不适合我。那我再看看别的吧。这件衣服。 带我走！不要带我走！他是人贩子！不要带我走！救命啊！他是人贩子！不要带我走！报警！后悔，刚刚在店里为什么要骗人？爸爸救我！我不过就是在服装店看中了一件衣服。 妈妈就嫌弃我一个光头就打我，爸爸你看，我没有打他，刚刚在店里他就撒谎，说我女儿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的撒谎？咱们的欢欢都丢了18年了，有些事情是要一点一点改变的。你怎么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这么嫌弃？欢欢，刚刚为什么要撒谎？ 我不是故意的，妈妈，我就是太没有安全感了。明天你还会给我举办人妻案的，对吗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认亲宴，这是我的女儿。妈妈，我知道你拉投资不容易，但是我不想再拍那些照片给叔叔们看了。 你怎么能够这么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呢？你简直畜生不如！我没有出卖亲生女儿的思想去拉投资，你这种畜生不配当妈！大家好，别放过他！畜生！以后我也是有妈妈的孩子了，是吗？妈妈，再也不见了。为什么我苦苦寻找了18年的亲生女儿要这么对我？欢欢，待会儿爸爸妈妈陪你去多买几条礼服。我得让我的乖女儿在认亲宴上成为全场最漂亮的小公主。爸，我想让妈妈陪我一起去逛街，我只相信妈妈的眼光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到了女儿第一次说我害我的那天。好，老婆，待会儿你陪欢欢去趟礼服店，欢欢想要什么，咱们就给她买什么。欢欢丢失了18年了，一定吃了不少苦，是咱们亏欠她。这一次我一定要弄清楚女儿撒谎害我。至于你，陈少爷，你不是说你女儿不会撒谎吗？我就让你亲眼看看她是怎么撒谎的。老公，欢欢才刚刚回来，要不你带我们去吧？老婆，我这有份工作要处理，你们先去，我在车上等你们。好。妈妈，我想要买这条裙子，可以吗？上一世欢欢选的也是这件衣服。欢欢，这个裙子太短了，妈给你问问有没有同款再长一点的，好不好？如果这次我给她买了这款裙子，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再发生？好，我都听妈妈的。
你好，这款裙子有没有再长一点？有的，我去找找，您稍等。你喜欢的同款裙子买好了，你穿上一定特别漂亮。妈妈，你对我可真好，谢谢你。也许前世是因为我没有买他喜欢的这件裙子，他才会撒谎的。走吧。救命呀！他是人贩子，请你救救我！救命呀！他是人贩子，请你救救我！小姑娘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是人贩子，他把我抓走！求求你救救我好不好？欢欢，你自己告诉大家，我到底是谁？我真的是人贩子吗？小姑娘怎么可能会撒这种谎呢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来了，你就等进警局吧。那我们得先控制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老公，你快来和大家解释啊！老公，欢欢说口渴，你买2杯奶茶过来。他们肯定是人贩子同伙，快别让他们跑了！看你们穿的人模狗样的，竟然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！人贩子，不得好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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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陈经理，等等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快说实话，我们不是人贩子，不是啊！吴总，实在对不起，让您受连累了。陈经理，真要感谢你家闺女，让我也体验了一把警局一日游。对不住。陈经理，咱们的合作免谈。朱总，求求你，朱总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朱总，求求你了，朱总。你是不是傻？刚刚在外面为什么要撒谎骗人，说我们是人贩子？老公，欢欢才被找回来，难免会不懂事，你干嘛生这么大气呀？这万一把欢欢打坏了怎么办？就因为他撒谎，害得人家朱总跟我们一起丢人。你知不知道，我辛辛苦苦谈了3个月的大项目，这眼看就要签合同了。这下好了，全完了。本来公司那帮人就整天贬低我是吃软饭的，你告诉我，现在我应该怎么在公司部门立足？公司都说了，还差一个客户呢。我们好不容易才把欢欢找回来，你不要对他这么凶好不好？再说这客户丢了，也是你这个部门经理的工作没做好，干嘛拿我的女儿出气呢？到现在你还在这护着他，这指不定以后还出什么事呢。你干嘛说的这么难听啊？我们女儿会无缘无故的撒谎吗？欢欢丢了18年了，这有些东西呀，要一点点的改变。你怎么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这么嫌弃？好，我没有打他，刚刚在店里他就撒谎，说我女儿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的撒谎？你怎么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这么嫌弃？陈少，这是上一世你对我说过的话，你也该体会一下有苦说不出的感觉。你就在这惯着他吧。没事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明天就是认亲宴了，我的女儿啊，要漂漂亮亮的出席才行。欢欢，自从你回来之后，妈妈从来没有和你好好的说过悄悄话。今晚妈妈陪你睡好不好？按照前世的时间点，明天认亲宴上，欢欢就会冤枉我出卖她的照片来把我子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我去死。欢欢，妈妈这么多年才找到你，你怨过妈妈吗？对，
汤也没有。妈妈辛苦找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很是感激。这些年，我每天都期盼着快点和妈妈团聚呢。那就好，妈妈这些年每天做梦都想找到你。好在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这种畜生不配爸爸！大家伙别放过他！妈妈，再也不见了。睡吧。妈妈爱你。前世那些诬陷我的照片一定是事先拍好的，现在应该就在家里的某个地方藏着，我必须提前找到。这东西到底藏在哪儿了呀？原来是他爸爸的生日。原来是这样，我终于知道我的女儿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害死我。我的女儿可真好看。妈妈，这条项链可真好看，我等了你这么多年，终于可以和你正式相认了。妈妈也很高兴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有家的孩子了，再也不用撒谎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了，知道吗？妈妈，你相信我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撒谎了。走，妈妈带你出去。欢欢，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，这是妈妈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这下真的找到亲生女儿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那当然，这孩子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妈妈，我知道你拉投资不容易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再拍那些照片给叔叔们看了。你对孩子做了什么？为了拉投资，竟然把孩子的照片给陌生男人，你是疯了吗？又是他！你怎么能够这么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呢？你简直畜生不如！前世就是他，张嘴就给我扣下了一个罪名，这一世我可不会坐以待毙。我操！你是不是疯了？不仅对自己的女儿做出这种事情，还乱打人！我看你才是疯了，张口闭口就说我用孩子的照片拉投资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是你女儿自己说的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。难道你的女儿还会撒谎吗？我女儿会不会撒谎？难道你这个外人要比我这个亲妈更清楚？哎，我记着我的宾客名单上好像没有你这号人物吧？你今天来我女儿的认亲宴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对呀，这人是谁呀？是啊，你看他的礼服，裙摆还有线头呢，肯定不是周总请的客人。对呀，这孩子刚回来，难免有什么误会。照听了他的话，那不就是污蔑了周总吗？我是少明哥的远方亲戚方晴晴，我今天来本来是想祝贺你们母女团聚的，却没想到看到这一幕。我是没钱，可是我再穷也知道不能卖女儿。我就是见不得你这样对孩子，这才站出来替孩子说话的。我对孩子怎么了？你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有什么资格判定我对孩子不好？
是啊，周总寻找孩子18年，这是我们人尽皆知的事情，差点听你的挑拨误会了周总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无缘无故就说我用孩子的照片拉投资，这往小了说呀，你是挑拨我们母女关系；往大了说，你这是损害我的名誉权。今天是我，明天你再说点什么，这受害的又是在座的哪位呢？对呀，这人偏听偏信的，还不知道下回能胡扯成什么事呢。像这种穷亲戚我见多了，肯定是想从周总这里弄点钱。保安呢？赶紧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！我周时雨的任亲宴可不是什么猫猫狗狗就随便进。我根本就没有胡说八道，孩子自己说的，难道还能有假吗？花花，你自己跟大家讲，你妈妈是不是经常把你的照片拿给别的男人看？花花，没事的，大胆说出来，大家都在给你撑腰呢。啊！我没有说谎，就是他经常给我拍照片，现在那些照片就在他包里。他说，只要我配合拍照，给他拉投资，就能证明我的价值，他才会认我。看到了吧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他要是没对孩子做过这种事情，孩子怎么可能会这么说？这事竟然是真的，竟然拿自己女儿的照片去拉投资。这么说，这事十有八九是真的，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！各位，今天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我们就不能不管。为了孩子，还请把你的包交出来，让我们检查一下。你说交出来就交出来呀？谁知道是不是你故意煽动我女儿说的那些话？你们看，她心虚了，快把她的包抢过来，里面肯定有东西。哎，把包还给我！你干什么？把我的包还给我！你完了！各位，我敢跟你们保证，这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不管我的包里有什么，那都是我的个人隐私，无权干涉。你也配谈隐私？为了拉投资，把自己孩子的照片给别的男人，这要是真搜出来，这就是你犯罪的证据。我去，竟然真的有照片！哎呀，这也太拉眼了！我就说他不靠谱，怎么能够对自己的女儿做出这种事情呢？真的是太过分了！快，赶紧报警！这种人渣千万不能放过他。是啊，这种人渣呀，可千万不能放。周总怎么会没事在包里放床照啊？什么床照？明明是他女儿的照片才对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是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是不可能！就算不是他女儿的照片，他怎么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这种照片带在身边呢？这简直是不要脸！要不是你搜包，人家也拿不出来啊！实在是抱歉大家，其实我也不想把这些照片带在身上，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。这照片上的男人其实是我的老公。他老公？我命苦啊！欢欢刚生下来就丢了，我的婆婆为了逼我再生一个孩子，她一直不待见我。我好不容易熬到了找到欢欢，我以为啊，我们一家3口会幸福的生活。可是我没想到，昨天晚上我翻出了我老公出轨的照片。原本我是想今天认亲宴结束之后再找我老公说清楚的，没想到让大家看了笑话。难怪我上辈子死得这么惨，原来我老公早就有了所谓的真爱了。周总，你也别难过，像这种男人不要也罢。是啊，刚才我们误会你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你
脖子上的胎记怎么和照片上这个没露脸的女人这么像呢？哎呦，他手臂上这痣啊，也和照片一模一样。哎呦，你们别说，看这身材，照片上的女人不会就是你吧？你们胡说什么？别信口开河冤枉我！照片上的女人怎么可能是我呢？如果和你没有关系，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搜我的包啊？你搜我的包是想搜到什么吗？欢欢的照片吗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包里有欢欢的照片呀？难道说这一切都是你事先安排好的？原来是这样，你就是照片上的小三。哎呀，你是怕周总知道，先下手为强，然后在大庭广众之下造谣污蔑周总。好歹毒的心思啊！竟然还教唆周总的女儿一起对付自己的亲妈，周总的心该多痛啊！我看这孩子也是被小三教的，才说出那些话的，真是不要脸，连这种事都干得出来。百口莫辩的滋味不好受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前世我经历过的痛，我会连本带利的还你。欢欢，是不是因为这个人之前找过你，你才会说谎害妈妈？你别怕，妈妈不会怪你的。妈妈只恨让你孤苦伶仃在外面受了那么多年的苦。以后你就跟着妈妈，妈妈一定会加倍爱你的。来，我不要你这个妈妈，你这个坏女人，就是你偷拍的我照片。我要爸爸跟方阿姨在一起。这个恶毒的女人，赶紧滚出我们家！欢欢，你是我10月怀胎生的呀，我是你的亲妈。这孩子真不是东西。周总，这样的女儿不要也罢。这小三抢了别人家老公就算了，连周总苦等18年的女儿也要抢。想要孩子，你自己不会生吗？这对渣男贱女真是太过分了！要不是今天他们弄巧成拙，被咱们大家发现了，周总啊，一个人还不得吃大亏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欢欢怎么了？他终于出现了。前世我早早死去，他完美分身。这回再想全身，可就没那么容易。老公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快和大家解释解释。老公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快和大家解释解释。周诗雨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哪有这么对待亲生女儿的？老公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我怎么对待咱们的女儿了？难道这些照片不是你给女儿拍的吗？你把女儿的照片发给那些意图不轨的男人来换取投资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当初我们欢欢丢了，我和我妈为了寻找孩子都崩溃了。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孩子，却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下作。报警！我要报警离婚！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难道这种贱人就不该给他点颜色看看吗？没错，这种人就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。这个贱人！呸！老子这一辈子最讨厌这种出轨污蔑别人的贱人。你和姓方的床照大家都看到了，你还好意思在这装下去，真是不要脸！这些照片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别白费力气了，照片大家都看到了，你解也没用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老婆。好啊，那你解释解释。你来的时候明明没有看到地上的照片，为什么一口咬定这照片就是欢欢的呢？是因为还能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这对天夫一妇狼狈为奸，合起伙来想要弄死你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周总，你可千万别因为心软原谅他。老婆，不是这样子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啊。那是怎样的？是你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早就和你说过，我是不会和我老婆离婚的。你居然拿这种照片来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。我挑拨你们的关系？好啊，陈少明，明明一开始是你的主意，现在出了事全都来到我头上来了，是
是吧？你们听好了，我是当了小三没有错，但眼前的这个男人可比我可恶多了。住口！大家别听他胡说。这个陈少明，他就是一个凤凰男。从结婚那天起，他就觊觎他老婆的家产，但又怕夜长梦多，这才故意引诱我跟欢欢，让我们演了这场陷害他老婆的戏码。夫妻一场，你居然这样算计我！幸好我发现的早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，是你故意设计陷害我，对不对？我的好老公，我终于醒悟了。这个贱人，我他妈打死！爸爸，你别冲动，我一定会把这个恶毒的女人赶走的。滚开！你这个废物！如果不是你这个臭丫头撒谎骗人，说你妈是人贩子，她会这么防着我吗？爸爸，蠢货！你以为你爸就是什么好东西吗？实话告诉你，给你拍照的不是你妈，而是你爸，是他每天半夜穿着你妈的衣服，偷偷溜进你的房间拍的。原来是这样。没事。我没有说谎，就是他经常给我拍照片，现在那些照片就在他包里。怪不得欢欢看我的眼神总带着一丝恐惧，怪不得欢欢很坚定地告诉我是我经常给他拍的照片，怪不得欢欢想方设法的想害死我。欢欢，对不起，都是妈妈的错。真没想到那些照片是他亲爹给他拍的，真是丧尽天良！老天爷怎么不劈死你这个王八蛋！闭嘴！自己的女儿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别说拍几张照片了，就算我今天把它卖了，你们也奈何不了我。你这个人渣！陈少明，这就是你应得的报应了。欢欢，妈妈会和爸爸离婚，以后啊，不会有人再偷偷进入你房间给你拍照片了，妈妈会保护你的。没事，之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但是你要答应妈妈，以后不要撒谎了，好不好？妈妈，我以后再也不听爸爸的话了，我不会再做伤害你的事情了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欢欢，以后我们母女啊，一定好好的。啊，对了，明天是妈妈和林氏的签约发布会，你一个人在家也无聊，要不你跟妈妈一起去吧。妈妈还特意给你准备了最新款的高定，你穿上啊，一定特别漂亮。妈妈，有你我感觉好幸福。爸爸，欢欢，明天的签约会上，你可一定要好好表现呐。少明，这小样的骗子，真能帮咱们拿捏住周时雨啊？当然，周时雨他把我害得这么惨，现在还想让我净身出户，门儿都没有。可是万一……哎呀妈，你怕什么？这么多年了，他不是还没发现吗？妈，要不你先自己过去吧，我肚子有点不太舒服，想上厕所。你是不是吃坏东西了呀？我让小李带你去看医生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妈，你快去签约吧，可别迟到了。好。坏女人，去死吧！周总，
希望此次合作能让林氏和周氏更上一层楼。一定的。等一下，他不是那个谁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少明，你来干什么？小雨啊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我能理解，我现在就是一个废人，你把我赶出周氏，又逼着我和你离婚，都情有可原。可是女儿她是无辜的呀，你难道连女儿都不要了吗？小雨啊，之前的事儿妈都听说了，少明做的是不对，可是你也有错不是吗？咱们啊，都退后一步，你和少明不离婚了，行不行啊？我倒是想听听，我有什么错啊？妈妈，我苦苦等了18年才能和您团聚，我求求你别不要我，我以后一定乖乖听你的话，再也不在叔叔来我们家的时候出房间打扰你们了。欢欢，这就是你说的，再也不会撒谎害我。欢欢为什么会用这么仇恨的眼神看着我？我没有撒谎。周诗雨，你别想吓唬我大孙女。欢欢，你和大家伙说说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同样的套路，你们还真是百用不腻啊！老婆，欢欢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难道她会撒谎吗？她要是不会撒谎，你和你妈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你可是我的亲妈妈，我怎么可能撒谎说些子虚乌有的事情？我不过是看到什么就说什么。你快说，你看见你妈都干了些什么？当爸爸出差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叔叔来家里找他。每当这个时候，他都会打扮得特别漂亮，并且强迫我喝下他准备的牛奶。我每次喝完牛奶以后，都会特别的困。有一次，我偷偷把牛奶倒掉了，他知道以后还打了我。妈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把牛奶倒掉了。妈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把牛奶倒掉了。天哪，周总该不会为了和奸夫私会，在亲生女儿的牛奶里下安眠药吧？周总表面看着挺正经的一个人，没想到背地里玩这么花呀！你们说，他公司发展的这么快，该不会用了些特殊的手段吧？对呀。周总，虽然我们林氏很看重这次合作的利益，但是更看重合作方的人品。如果今天的事你不能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，这合作就免了吧。林总，你听我说。周诗雨，难怪你之前一直在和我闹离婚，甚至不惜自导自演，污蔑我出轨。原来真正出轨的那个人是你。真说吧，我一受伤你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难不成正好是给你找了离婚的借口啊？陈少明，你还真是会倒打一耙哈！我污蔑你，当天在认亲宴现场，明明是你。周诗雨，你不就是想离婚吗？行，我同意了，离就离。但是，你婚内出轨在先，害我残疾在后，别净身出户。另外，每个月再给我2万块钱的抚养费。如果你不答应，这辈子都别再想见你的亲生女儿。陈少明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儿子真不要脸了！要不是你这个坏女人，我儿子至于落下残疾吗？既然我这么坏，你们为什么不报警把我抓起来？难不成是因为你们善良？周诗雨，你在这扯一什么？你信不信我把欢欢带走，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她？妈，我不能跟你分开，我求求你了，就答应爸爸的条件吧。
如果你想要欢欢的抚养权也可以，净身出户还不算，就连你这家公司都得归我。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不要我。你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妈妈很爱你，可你并不爱我，甚至一次又一次地将我置于死地。为什么？谁说离婚我就一定要女人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们喜欢欢欢就把她带走，想带去哪儿就带去哪儿，最好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？周时雨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这么绝情，这种人也太可怕了，简直就是铁石心肠。在大家评判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之前，不妨先看一段视频。这个陈少明，他就是一个凤凰男。从结婚那天起，他就觊觎他老婆的家产，但又怕夜长梦多，这才故意引诱我跟欢欢，让我们演了这场陷害他老婆的戏码。爸爸，你别冲动，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恶毒的女人赶走的。滚开！这个废物！蠢货！你以为你爸就是什么好东西吗？实话告诉你，给你拍照的不是你妈，而是你爸。是他每天半夜穿着你妈的衣服，偷偷溜进你的房间拍的。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别说拍几张照片了，就算我今天把它卖了，你们也奈何不了我。天哪！今天大反转，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的。这一家人还真是祖传的骗人本事，把我们所有人骗得团团转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我的女儿和我的丈夫屡次算计我，今天我能站在这儿，全凭我运气好。我想要离开他们，我不想在算计中每天心惊胆战的过日子。我做错了吗？没错，周总你别怕，我们都支持你。对，我们都支持你。就算欢欢做的再不对，那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就不信你还真舍得再不见她。他都这么对我了，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真的能舍得了欢欢？我不光要放弃欢欢，我还要让他的好爸爸净身出户。你少在那唬人了。儿子，这种东西你能不能保管好？怎么能让他拿到手里？这我明明已经放好了，就藏在欢欢的床底下，和你那些出轨的照片放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你为什么一次次的教唆欢欢害我。可我不明白的是，我的亲生女儿为什么这么恨我，恨到一定要帮她置我于死地？原来你早就知道，之前在任金燕那些照片也是你拿过来的。我还以为是方晴晴那个蠢货想逼我离婚，偷偷弄来的。欢欢，你不是想让方晴晴做你妈妈吗？恭喜你，你的愿望马上就实现了。我没有，妈，在我心里，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你。但是我不明白，妈妈为什么要骗人，说欢欢恨你呢？听到了吧？明明是你在撒谎，不过就是一张保险单，几张出轨的破照片，能证明什么？就凭这些，哼，你就想甩掉我们？你就想不认女儿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妈说的没错，就算欢欢她再怎么恨你，那你也得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原因吗？我自认为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欢欢的事儿，可他呢？扎死你！爸爸，明天是妈妈的签约发布会，我帮你拿到你想要的，整死那个坏女人。欢欢，你为什么对我带着这么
帮我调查了这背后的真相，很快真相就大白了。你胡说什么？要不你这当妈的不合格，欢欢怎么会恨你？是吗？周总，你要的真相查到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这就是你们隐藏18年的秘密。我们能有什么秘密？你别胡说八道。怪不得当初孩子刚出生，我连面都没见到就被你们告知孩子丢了。原来孩子被你们送到乡下去了。你们是怕养在我身边，越长大越不像我，迟早被我发现是吧？就是你，你在胡说什么？陈少明，你见识比你妈多，这是什么？你不会不知道。你藏在欢欢床下的照片里，就有你们一家3口的合照。当时我还只是怀疑，后来在认亲宴上，我趁着场面混乱，弄到了方晴晴的头发。这里是2份亲子鉴定，结果已经很明确了，我和欢欢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，方晴晴和欢欢的亲子概率为99.99%，方晴晴才是欢欢的亲生母亲。事到如今，你们还有什么可说？什么？这孩子竟然不是周总的亲生女儿？周总这也太惨了，竟然一直在帮老公和小三养孩子，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家人？这爸得遭报应吧！儿子，怎么办？咱们快走吧。事情还没有结束，谁都别想动。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找了18年，如果欢欢不是我的孩子，那我的孩子呢？你们把我的孩子抱到哪里去了？那我的孩子呢？你们把我的孩子抱到哪里去了？18年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男孩还是女孩，他现在过得怎么样？我现在就想知道，你们把我的孩子抱到哪里去了？你很想知道？只要你告诉我你之前对我做的所有事情，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？这样吧，我只要你这高高在上的周总跪下来求我，我就告诉你。毕竟啊，这孩子的下落只有我知道。渣男，你别太嚣张！你做的这么绝，当心遭报应。周总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把我们公司最好的律师引荐给你。这种人渣，那进去待几年就老实了。只要你告诉我孩子的下落，你想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别说是下跪，就算是你想用刀割我身上的肉，我都可以。这就对了嘛，这才是女人应该有的样子。现在可以告诉我孩子的下落。这一巴掌是还你让我在认亲宴当众出丑的，这一巴掌是还你害我丢掉工作的，这一巴掌是还你把我变成今天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的。告诉我孩子在哪儿！告诉我孩子在哪儿！这辈子都别想知道他在哪里。陈少明，他是不是人？滚开！远一点！这个坏女人，去死！别碰我爸爸！好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这么多年我全心全意的对你们，可到头来只有我一个人像傻子一样被耍得团团转。谁让你挨养？活该你背水。欢欢呐，你可真是爸爸的乖女儿啊！她是你的乖女儿，那我的孩子呢？陈少明，那也是你的孩子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啊你！我求你了，我求你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
房子、车子、公司，你甚至让我精神祝福我都可以，只要你提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好啊，你不是想知道那个孩子的下落吗？你先把车子、房子都过户到我儿子的名下，公司必须马上交给我儿子。还有，是你把我儿子变残废的，所以你必须继续给我儿子当媳妇，好好伺候他。这也太不要脸了！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周总监，这条件不能答应啊！我凭什么相信？我把一切给你们之后，你们就告诉我孩子的下落？你不把财产给我儿子，哼，那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那个孩子。好，我可以把财产给你们，但是我们提前要签一个协议，只要你们骗了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送进监狱。周诗雨，你这是非要把事情给做绝啊！把事情做绝的是你们。哎呀，好啊，那既然你非要这么做，那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了。我只要看到你余生都生活在丢失孩子的痛苦之中，永远噩梦缠身，看不到希望。我只要看到你余生都生活在失去孩子的痛苦上，噩梦缠身，永远看不到希望。我的孩子在哪？谁证明？我的孩子在哪？我的孩子到底在哪？我的孩子到底在哪儿？你还有没有人性？周总都愿意放弃所有了，你还故意这样折磨他？这种凤凰男，大家以后都离远一点，小心雷劈的时候连累到大家。给我闭嘴！这是我们自己家的家事，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周诗雨，我就告诉你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看到你的孩子。保安，把这个人渣给我赶出去！哎，你干嘛？周诗雨，我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。妈妈，我祝你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孩子哦。我一定能找到我的孩子，我一定能找到自己的孩子。这是18年前关于我生孩子的所有信息，我要你帮我找到我的孩子。18年前，你放心，我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精英侦探，肯定帮您找到您的孩子。那就好，只要你帮我找到我的孩子，钱不是问题。小飞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没有磕到吧？你怎么那么调皮呢？对不起，妈妈。孩子，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少明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那个周诗雨都求着把全部家产给你了，你就这么硬生生推了啊！这到嘴的鸭子就这么飞了，你要气死我吗？你以为我想这样？妈，就凭周诗雨她那个性格，你觉着如果她真的知道了那孩子的下落，会跟咱们善罢甘休吗？就算你不答应他，你吊着他总行了吧？这下好了，全家跟着你喝西北风，我一个老婆子伺候完孩子还要伺候你，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！谁呀？阿姨，我来找欢欢。阿姨，我来找欢欢。少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现在人残疾了，没有人肯给你当媳妇。这晴晴可是现成的，抓住这个机会，咱母子俩今后的舒坦日子可就全靠她了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晴晴，哎，快进来快进来！来，欢欢又不在家。哎呦，太不凑巧了，他刚出去。你说这孩子成天到晚念叨想妈妈想妈妈，你说你这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又错过了。阿姨，
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来了那么多趟，你不是说欢欢去商场了，就是说欢欢去练瑜伽了，一次凑巧也就罢了，哪能次次那么凑巧？哎呦，青青啊，说起来，我儿子残疾这事儿你也有份儿。怎么，你想拍屁股走人？没门儿！你儿子残疾，难道不是他自作自受吗？你，方青青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就是不想让你见到欢欢，她可是我一把屎一把尿，辛辛苦苦拉扯大的。你一没出钱，二没出力，哎，就像白捡那么大姑娘，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我要你跟我儿子结婚，伺候他一辈子。你想得美！你儿子现在就是一个窝囊废，我凭什么给他当老妈子？我这次来就是要带欢欢走的。你儿子现在就是一个窝囊废，我凭什么给他当老妈子？我这次来就是要带欢欢走的。你说谁是窝囊废？不许你这么说我儿子！告诉你，要不是当初你这个狐狸精主动勾引我儿子能有这些破烂事儿吗？笑话！他自己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，还能问起我来了？方青青，你可别忘了，你那些不要脸的破床照可是在我手里，你要把我惹急了，信不信我把你那些床照贴得满大街都是？我看你以后怎么做人！你威胁我？我还就威胁你了，方青青，你有2个选择，要么现在就跟我儿子去领证，你们一家3口亲亲热热的过好日子；要么你就身败名裂，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好，我同意结婚。真好看啊！阿姨，你是来恭喜我爸爸妈妈结婚的吗？还是说你后悔了？你爸一个拿低保的残废，我疯了才会吃回头草。周时雨，我警告你，别再侮辱我儿子，否则我撕烂你嘴！祝贺啊，你们一家3口终于团聚了。但是我真没想到，我这千辛万苦跳出来的火坑，还有人愿意往里跳。你少在那里酸了，你那么精明的人，还不是白白帮我养了那么久的女儿？阿姨，谢谢你照顾我这么久。不过阿姨，你的孩子长大了吗？我说周时雨啊，你有时间在这儿冷嘲热讽的，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去找找你那孩子呢。万一你运气好被你找到了呢？你到底把我的孩子藏在哪儿了？我说过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陈少明，你已经结婚了，也有欢欢这么大的女儿了，你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，你就当跟过去的种种告个别，做个了断。我求你把孩子的下落告诉我，可以吗？爸爸，你不是说只有我一个女儿吗？那阿姨的孩子该不会已经死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你住口！我没有胡说，阿姨的孩子一定和我一样不喜欢你这个人，所以就回到天上，重新选妈妈去了。不会的，阿姨，你做人也太失败了。爸爸背叛了你，奶奶不喜欢你，我不要你，现在连你自己的孩子也不要你了。周时雨，我劝你呀，还是别去找那个小死孩子了。这我们又能怎么样啊？说不定和欢欢一样呀，讨厌你，恨不得你呀马上去死了。你给我住口！住口！我不许你阻我！这辈子都别想知道他在哪里。阿姨的孩子一定和我一样不喜欢你这个人，所以就回到天上，重新选妈妈去了。就算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啊？说不定我和欢欢一样讨厌你，恨不得你呀马上去死！
我只要看到你余生都生活在丢失孩子的痛苦之中，永远噩梦缠身，看不到希望。陈少明，我一天找不到孩子，你们就一天别想过安生日子。是有孩子下落了吗？对不起啊，周女士，暂时还没有孩子的下落。但是怎么了？我去了您当年生产的医院，查到了一些事儿，已经发到您的手机上了，您可能用得上。我有办法逼陈少明说出孩子的下落。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光临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陈少明先生和方晴晴小姐这一幸福时刻。现在，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，怎么没给我这个前妻发一封请帖？哎，这不是老陈家之前的儿媳妇吗？她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之前呀闹得鸡飞狗跳，少明瘫痪就是因为他。少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自己好的好姑娘，他还敢来。周诗雨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可告诉你，今儿可是我儿子结婚的大喜的日子，你别想捣乱。你不用这么紧张，我是来送礼的。不过这份礼你们喜不喜欢，我就不确定。送礼？哼，你会这么好心？早不送晚不送，偏偏挑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来送，一看就没安什么好心。哎呀，您不懂，这有些礼呀，只有人多送才有意思。正好今天亲戚朋友们都在，大家热闹热闹。阿姨，你身边这位是谁呀？嘿呦，周诗雨，这么快就找到下家了？阿姨，就算我爸爸不要你了，你也不能随便找一个小混混来气他。欢欢，阿姨好心提醒你一下，你呢最好对这位客气一点，给他留个好印象，不然我怕你以后的日子不太好过哦。笑话，我有爸爸疼妈妈爱。阿姨，你还是多担心担心你自己的孩子吧，说不定他现在正在哪儿受苦挨打呢。阿姨的孩子好可怜哦，不过还好，丢的是阿姨的孩子，不是我。要不现在受苦挨打的就是我了。你说什么？奶奶，你看他。哎呦，周诗雨，你说孩子说你两句，你还急眼了？再说了，欢欢没说错呀，你不看看你找的这是个什么货色，和个小瘪三似的。周诗雨，有了我儿子啊，你呢就只能找到这种货色了，你还真是挑啊！死老太婆，说谁呢？你敢打我！你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！你以为谁都像我一样有素质啊？被狗咬了就只自认倒霉。你这种人啊，早该有人教训教训。就是，你就赶紧劈了我！小雨，你以前也是个很乖顺的孩子，怎么现在就变得这么咄咄逼人呢？哼，乖顺，乖顺能当饭吃吗？我说了，我今天是来送礼的。陈少明、方晴晴，你们这对新人怎么不来迎接一下？怎么，不敢来啊？谁不敢？哼，我倒要看看你送的什么大礼。方晴晴，和旧情人久别重逢的感觉怎么样？周诗雨，你没完了是吧？我和晴晴已经结婚了，现在我们俩是合法夫妻，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旧情人。你别再想拿着出轨这事压我。陈少明，我有的时候啊，还怪同情你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说的旧情人，可指的不是你，是他。方晴晴，我身边这人你认不认识？当然认识，这是我20年前的前男友。我们在一起没多久，他就犯事进去了，后来就再也没见过。
怎么，有问题吗？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？这年头，哪个女人没几个前任呢？哼，大家伙儿别理他，咱们继续婚礼。方晴晴，你对你前任还怪无情的哈，亏他还这么惦记你，知道你要和别人结婚，就急着就过来了。我知道你是方晴晴的前男友，也知道欢欢的身世，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，这里的钱都归你。他说他想亲眼见证你的幸福，再顺便帮你把把关，看看你给欢欢找的新爸爸怎么样？我怎么听得这么不对劲儿呢？那欢欢不是少明的女儿吗？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吧？老陈家做事儿不厚道，这欢欢就是方晴晴和陈少明的女儿，人家小雨的女儿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你说这事儿搁你身上，你能好受吗？我说呢，难怪小雨过来砸场子呢。这也不对呀，什么叫给欢欢找个新爸爸呀？难道欢欢？你血口喷人！我可什么都没说啊，都是他们自己猜的。周诗雨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破坏了你的婚姻，所以你就想用同样的方法来报复我呀？你太无耻了！大家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见不得我好。欢欢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女儿呢？周诗雨啊，你要再敢捣乱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这有时候啊，有没有血缘关系，只要站在一起，就非常清楚。你还别说，这么一对照啊，这欢欢长得还真的有点像方晴晴那个前任呀。方晴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妈，你先别激动，别着了这个女人的道。晴晴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她和这个张强是20年前在一起的，刚在一起没多久她就进去了。咱们欢欢今年18岁了，这怎么算也不可能是她的。差点着了这个贱人的道。这18年以前，张强还在监狱里呢。这欢欢怎么说也不可能是张强的主。谁跟你们说老子这20年只坐了1次牢？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20年前张强第一次进监狱只坐了2年牢，出来之后呢，就和方晴晴再续前缘了。没多久，张强再次坐牢。这个时候呢，方晴晴发现她自己怀孕了，就想找个接盘侠。喏，你这傻儿子就出现了。你胡说！方晴晴，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！这当然不是真的。你别忘了周时瑜算计我们的事情，他的话不可信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，一会儿又叫嚣着我拿出各种证据，所以呀，我提前都准备好了。服刑记录，第1次孕检报告。张强写的信。强子，你要当爸爸，我现在一个人养不活这个孩子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我遇到一个冤大头，不过是喝醉酒过了一夜，他就以为孩子是他的。好啊，方晴晴，你骗得我好惨！不是的，少明，这些东西都是假的，是周时瑜弄出来骗你的。我根本就没有写过这种信。你还不了解周时瑜吗？他现在恨极了我们，为了报复我们，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。看来我不拿出重量级的证据，你是不会相信的。你又想伪造什么证据？没用的，我问心无愧，你吓唬不了我。好一个一片真心，问心无愧。那你看看这里是什么？见证陈欢欢、陈少明是妇女概率为0。什么？欢欢不是少明亲生的？这亲子鉴定书都在这儿了，大糊上盖着呢，还能有假啊？那少明岂不是放了自己的孩子不管，帮别人抚养孩子18年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是这个黄毛的孩子。
这鉴定结果摆在这儿，这个不是你的亲爸爸，你口中的黄毛才是你的亲生父亲。我之前还在纳闷儿，我就在想，欢欢这个撒谎的毛病到底是随了谁了呢？原来随了你这个亲生母亲陈少明。我真没想到，你和你妈经营了这么多年，居然被方晴晴这个女人骗得团团转。我是失去了自己的孩子，但是你们比我更惨。别说了。怎么？你是觉得丢人还是不敢面对？我偏要说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上次受了重伤，不仅瘫痪了，而且还丧失了生育能力。也就是说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孩子。也就是说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孩子。够了，别说了。把我的孩子，欢欢也不是你亲生的，你们老陈家到你这绝后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了？别说了。少明，现在留着你骨血的就只有那个被你丢掉的孩子了，他是你们陈家唯一的后代，难道你不想找到他吗？少明，你是知道的，大学我们就相爱了，我只有你这一个男朋友，我是绝对不会背叛你的。我的孩子是你实打实的亲生骨肉啊！我保证，只要能找到孩子，我会经常带他回去看你和妈的。你们永远是孩子的爸爸和奶奶。我求求你，告诉我好不好？如果你们需要，我可以给你们钱，保证你们以后的生活。我求求你，告诉我。少明，你快告诉他呀！爸，你别理他。虽然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但妈妈肚子里的弟弟是你的亲生儿子呀。但妈妈肚子里的弟弟是你的亲生儿子呀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臭丫头，你别再撒谎了！奶奶，我没有骗人，我也是和妈妈一起逛街的时候发现的。不信你看。你怀孕了？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本来是想等着婚礼结束给你一个惊喜的，正好向你坦白欢欢的身世，希望你能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原谅我之前隐瞒你的事。可没想到。没事啊，只要你能平安的把孩子生出来，我会把欢欢当成亲闺女的。爸，这个女人就想挑拨你和妈妈之间的关系，她简直太可恶了。陈少明，你给人家当了这么多年的便宜爸爸，还真是一点都不冤枉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医生都说你没有生育能力了，那方晴晴肚子里的孩子是从哪儿来的？少明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了，我不怪你，是我自己弄丢了你的信任。可是我不希望我肚子里的孩子带着怀疑出生。这是我第一次孕检的单子，你自己算算时间，看看是不是你的。那个时候，张桑也应该还没有出狱吧？张桑也应该还没有出狱吧？没错，这个时间没错。可是医生说你已经没有生育能力。那又怎么样？这件事情又不是绝对的。周诗雨，你别再想着挑拨我和晴晴之间的关系。少明，我跟你保证，我跟眼前的这个前任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以后会好好跟你过日子的。也请在场的各位家人为我做个见证。晴晴，我也向你保证，我会永远对你和孩子好的。陈少明，我的孩子也是你的亲生孩子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好不好？你刚才不还是很得意吗？周诗雨，我告诉你，你永远都别想知道那个孩子的下落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你究竟在哪儿啊？前面这是怎么了？
这不是到处找孩子的坏女人？你放开他！你放开他！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不是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绝不会让你们把我的孩子从这边抢走的。快来人啊！这个分子要抢孩子了！不怕，妈妈会保护你的。看臭疯子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阿姨，我妈妈都要生小弟弟了，你的孩子还没找到吗？你是不是很伤心呀？你这个恶魔，我已经成全你们一家三口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呀？最喜欢当小恶魔了。阿姨，我求求你了，别再来找我爸爸了，别再来婆婆的家，好不好？我的妈妈还怀着孕，我不能没有爸爸呀！呸！亏我还觉得你可怜，没想到竟然还是个小三。真是天道好轮回！你想让别人的孩子没有爸爸，结果自己的孩子没了，真是活该！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做恶？算了，你们别再刺激他了。虽然他大闹我的婚礼，还害得我差点流产，但他也已经受到惩罚，我不想再追究了。只要他以后别再出现在我生活中就好了。周诗雨，上天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你看咱们俩现在，到底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呢？我说过，我永远都不会做对不起晴晴的事。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你们夫妻二人也太心善了，对待这种不要脸的小三，就绝对不能手软。就是啊，打他！阿姨，我把给弟弟准备的玩偶借给你吧。虽然他不能说话也不能动，但至少有个伴儿。我别再抢别人家小朋友了。我的玩偶！你这个坏女人，怪不得小的时候村里小孩都不愿意跟你儿子玩，他简直跟你一样可恶。村里的小孩，难道我的孩子就在陈少明的老家？没人知道那个孩子到底在哪儿？难道我这辈子都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了？没人，走吧。张强，周小姐，我欠高利贷，周小姐，你再借我一笔钱，只要你再借我一笔钱，我就告诉你关于方晴晴的秘密。好。晴晴，凭我的经验，这回啊，你一定能给我生个大胖小子。太好了，妈妈，你要给我生小弟弟了。陈少明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喜欢帮别人养孩子？你胡说什么？欢欢虽然不是少明亲生的，但少明已经接受了他。以后我们一家四口会过得很幸福，总比你没有孩子来的好。妈妈说的没错，阿姨，你该不会羡慕的爸爸过得好吧？周诗雨，再怎么说，我现在也算是儿女双全，总比你这个连自己孩子都找不到的孤家寡人强吧？陈少明，你真是头脑发达，四肢简单。你少在那阴阳怪气的。少明，晴晴，今天可是咱的好日子，咱可别被这个贱人破坏了好心情。走，起来，滚开！陈少明，我这有个录音，你想听听吗？前几天我去了趟老家，我本来想寻找孩子的下落，可是我没想到，我在那里再次碰到了方小姐的亲戚张强。张强因为赌博欠了高利贷，我呢好心帮他还了高利贷，所以他来报案，告诉我一个秘密。方晴晴肚子里的孩子其实也是我的，我还知道她根本就不想嫁给陈少明，她用陈少明的名义借了好多高利贷，就等着钱到手带着孩子远走高飞呢。关掉，快把它关掉！方晴晴，你该死！少明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不用解释了，
网红好好看看他欠了多少高利贷。陈少明，我真没想到，到头来2个孩子都不是你的，还欠了一身的债，真是讽刺！造孽哟！这个贱人，你为什么害我儿子？为什么？我打死你！贱人，你敢害我妈妈，打死你！滚！你别帮我看热闹！滚开！害你儿子的难道不是你自己吗？当初要不是你把周诗雨的孩子丢掉，你们陈家也不会断子绝孙。你们把我孩子怎么了？你们把我孩子怎么了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孩子刚出生时候就得了先天性心脏病，他们怕花钱，就把孩子丢在了乡下，任其自生自灭。结果4岁的时候，那孩子就心脏病发作死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你是不是很心痛呢？这就是你们一家的报应，你们活该断子绝孙！竟然我要杀了你！你为什么害我儿子？我就叫我杀了你！妈！我杀人了！我杀人了！妈！喂，110吗？啊，小雨，我求求你别报警，我妈会坐牢的。我要报警，这里有人蓄意伤害。周小姐，李桂琴蓄意伤害，现在已经被判了刑。陈少明精神崩溃，也已经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。这个女孩现在无家可归，她的意向是希望你能够收留她。你看，妈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我不是你妈。你好，我不会收留她，她已经18岁了，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了，她该去哪儿，你们就跟去哪儿。好的，周小姐，您本来跟这个女孩也没有血缘关系，而且她已经满了18岁，您是没有抚养义务的。好，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妈妈，别丢下我。孩子，妈妈来看你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很孤单吧？你放心，妈妈以后一定会常来看你的。再见了。